善人为何遭厄运？佛陀揭示4种遮蔽因果真相的无明。时间之祸让善恶果报如芒果树般成熟有时，遗忘之障使前世业力如埋藏的种子，果报之迷似交织的稻麦同田生长。动机之盲则拷问行善初心，破执我相，方见因果如雨滴轮回不息。善信吉祥，若您觉得此开示有益，请以点赞之手点亮法灯，让更多有缘人得闻正法。评论中可写下您的感悟或困惑，共结法缘。点击订阅，日日同修，共证菩提。公元前5世纪，摩揭陀国王舍城竹林精舍，时值初夏，芒种未至，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清香，晨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落在石径上，碎成点点金光。精舍外的树林里，鸟雀啾啾，声声入耳，仿佛在诵念着某种古老的真言。世尊释迦牟尼结坐坐于蒲团之上，身着袈裟，面容安详。晨曦映照之下，佛陀的肤色如同黄金铸就，眉宇间流露出难以言说的慈悲与庄严。四周围坐着数百位比丘，他们盘膝而坐，神情专注，等待着世尊开示正法。此时，一位名叫须跋陀罗的长者从远处缓缓走来，他年逾60旬，须发花白，步履蹒跚，却不失稳重。这位长者在王舍城中素有名望，家资万贯，田产千顷，本应安享晚年，却在近日遭逢变故，独子因病骤然离世，家业也在一场火灾中毁于一旦。须跋陀罗跪伏于佛陀足下，双手合十，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困惑与痛苦。世尊，弟子素来行善积德，广施钱财，修桥铺路，斋僧布施，从未间断，为何善人不得善报，反倒遭此厄运？那些为非作歹之徒反而家财万贯，子孙满堂，享尽荣华，这天道究竟何在？佛陀静静看着须跋陀罗，眼中既有悲悯，也有深邃的智慧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平和，却如洪钟。长者，你可知人世间有4种无明，遮蔽众生慧眼，令其不见善恶因果之真相。须跋陀罗抬起头来，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之光。周围的比丘们也纷纷凝神静听，究竟是哪4种无明，竟能令善恶因果在凡夫眼中颠倒错乱？飞佛陀轻抚衣袖，目光扫过在场众人，缓缓说道：长者所问，正是世间众生最大的困惑。善恶因果本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法则，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从无偏差。然众生为何常觉因果不明，甚至怀疑因果之存在？须跋陀罗恭敬核实，正是如此。弟子行善数十年，却遭此横祸。城中有恶霸张屠户，常年欺行霸市，鱼肉百姓，却家业兴旺，无子登科。这难道不是因果无准吗？佛陀摇头，声音依旧平和。长者所见，恰恰印证了第1种无明，时间之祸。时间之祸，须跋陀罗不解。是也。佛陀抬手指向精舍外的一株芒果树，长者请看那株芒果树，若今日种下种子，明日便能结果吗？须跋陀罗答道：自然不能，须经春夏秋冬数年方可结果。善哉，佛陀点头，因果亦然。众生造业，其果报成熟需要因缘和合，有些业力当时现报，有些则需来世甚至多世之后方能成熟。如今生行善，其善果或已在暗中相助，使汝免于更大灾祸；而今所受之苦，实乃前世恶业成熟。那张屠户今世作恶，恶果尚未成熟，若以为可以逃脱，实乃痴人说梦。须跋陀罗若有所思，却仍面露疑色。世尊，弟子愚钝，若说前世恶业，
弟子却想不起分毫，既不知前世所为，又如何能信这因果之说？这话一出，在座比丘中有人面露赞许之色。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的疑问。若人人都能记得前世，因果自然明了，可偏偏众生对前世一无所知，那因果岂非空谈？佛陀却笑了，那笑容温和，却意味深长。长者此问正是第二种无明，遗忘之障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众生在生死轮回中流转，经历无数次生死，每次投生都如同一场大梦初醒，前尘往事尽数忘却，就如同昨夜梦中经历，醒来后还能记得几分，更何况是隔世之事。须跋陀罗听到此处，眼中闪过一丝明悟，却又很快黯淡下去。世尊，既然人人都会遗忘前世，那这因果之说岂非无法验证？弟子如何能知今日所受之苦却是前世恶业，而非无端横祸？佛陀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长者可曾做过梦？自然做过。梦中之事，醒来虽忘，但若梦中造业，其业力可曾消失？须跋陀罗一愣，佛陀继续说：譬如一人酒醉，最终杀人，酒醒后忘记此事，他可能因忘记而免于律法制裁吗？自然不能。须跋陀罗脱口而出：善哉，业力亦然。汝虽忘记前世所为，但业力已种在10田之中，遇缘便会发芽结果。忘记不等于消失，正如埋在地下的种子，虽看不见，却依然存在，等待时机破土而出。须跋陀罗陷入沉思，周围的比丘们也若有所悟，有人轻声念诵：业不重不生娑婆，债不轻不离三界。这时，一位年轻的比丘名叫阿若非陈如，忍不住起身问道：世尊，弟子还有疑惑，既然因果分明，为何世间常见恶人得势，善人遭殃？难道说那些恶人前世都是大善人，今生才能享福？那些今生行善的人，前世反倒都是恶人，这岂不是说行善反而不如作恶？此话一出，在座众人纷纷变色。这个问题直指因果法则的核心矛盾。若今生行善者多是在还前世恶债，那行善岂非无益？若恶人享福是因前世善业，那作恶岂非无妨？精舍中一时静得可怕，只有远处传来几声鸟鸣，显得格外清脆。佛陀望着阿若非陈如，目光深邃：善哉善哉，如所问正是第三种无明，果报之谜。第三种无明，众人齐声问道：正是。佛陀缓缓说道：众生不知，一个人在任何时刻所受之果报，实际上是多种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譬如一片田地，其上既有去年播下的稻种，也有前年种下的麦子，还有多年前埋下的果树种子。当春天来临，有的先发芽，有的后开花，有的正结果，有的还在沉睡。人之福祸亦如是，并非单一因果，而是众多业力交织。须跋陀罗听到这里，眼睛一亮：世尊的意思是，弟子今生所受之苦是前世恶业成熟，而今生所行之善，其果报尚未成熟。不仅如此，佛陀点头：汝今生行善，或许已在冥冥中减轻了某些本应更重的灾祸。若非汝多年布施行善，今日之祸或许更甚。那张屠户今生作恶，虽眼下享福，但恶果正在累积，福报享尽之时，便是恶报现前之日，届时其苦更甚于常人。阿若非陈如若有所思。如此说来，一个人此刻的际遇，实际上是过去、现在无数因缘的综合呈现。正是。佛陀赞许地点头，就如同一条大河，河面上的波浪，有的是昨日暴雨所致，
有的是今晨山洪汇入，有的是此刻风吹而起。一个人的命运也是过去现在无数业力汇聚而成，岂能简单的用一因一果来解释？这番话让在座众人陷入深思。这时精舍外传来一阵骚动，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被侍者拦在门外，正大声嚷嚷着要见佛陀。那乞丐约莫40岁年纪，面容憔悴，双眼却炯炯有神。侍者多次劝阻，他却执意不肯离去。佛陀听闻声响，对侍者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乞丐踉跄着走进精舍，一见佛陀便扑通跪下，放声大哭：“世尊，弟子名叫难陀，本是城中富商。20年前，弟子听闻佛法，皈依三宝，广行布施，家中积蓄尽数捐给寺院，自认为积下无量功德。谁知10年前家业败落，妻离子散，如今沦为乞丐，食不果腹。弟子不明白，为何倾家荡产行善，反遭此报？若说因果不虚，为何弟子善有恶报？”这番话说得声泪俱下，在场众人无不动容。佛陀看着难陀，目光悲悯，却又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深意。如可知为何布施反而家破人亡？难陀抹着眼泪：“弟子不知，弟子只知自己行善，本应得福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汝之所问正涉及第4种无明。”佛陀说道：“此无明名为动机之盲。”动机之盲，众人又是一愣。佛陀看着难陀，语气依然平和，却句句如锤：“汝布施之时，可曾想过为何而施？”难陀想了想，自然是为了积功德，求福报。可曾真心怜悯受施之人？难陀语塞。可曾布施之时，心无所求？难陀更加语塞。飞佛陀叹了口气：“汝之布施，表面看来倾家荡产，实际上心怀贪念，执着福报。此非真正的布施，乃是一种交易，以财易福，以钱买德，如同商人经营，怎能算是真心行善？”难陀呆立，当场喃喃自语：“可是经书上说，布施有功德，会得福报。功德福报确实不虚，但须看发心。”佛陀说道：“同样是布施，有人出于慈悲，见众生苦难而施予援手，心无所求，此为上等布施，必得大福。有人为求功德福报而施，虽有功德，却大打折扣。更有人为沽名钓誉而施，表面行善，实则贪心。此种布施功德微薄，甚至可能招来恶果。”难陀听到这里，脸色煞白。世尊的意思是，弟子20年的布施都白费了。佛陀摇头：“非也，汝之布施仍有功德，只是功德大小取决于发心纯净与否。汝因贪求福报而施，心有所执，故而功德有限。加之汝倾家荡产而施，实则超出自身能力，导致家人受苦，反而有失慈悲。”这难陀彻底愣住了。阿若非陈如忍不住问道：“世尊，若行善需观察动机，那世间凡夫谁能时时保持纯净发心？岂不是说凡夫行善多半无用？”佛陀笑了：“非也，凡夫行善，即使发心不纯，也比不行善要好得多。只是汝等需明白一个道理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。此时精舍外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佛陀站起身来，走到精舍的窗前，望着远处即将被暴雨洗礼的大地。汝等可知，这4种无明、时间之祸、遗忘之障、果报之迷、动机之盲，为何会遮蔽众生慧眼？没有人回答，因为佛陀转过身来，眼中闪烁着无法形容的光芒。因为众生执着于我，这个我字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在座的比丘们，
包括须跋陀罗和难陀，都呆呆地看着佛陀，似乎预感到接下来的开示将揭示一个惊天的秘密。佛陀缓缓回到座位，双手结印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每一个字都仿佛敲打在众人心头。这4种无明的根源，实则只有一个。若不明此理，纵使知晓因果法则，依然难脱轮回之苦。暴雨终于倾泻而下，雨点敲打在竹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那个根源究竟是什么？为何佛陀说不明此理，纵使知晓因果，依然难脱轮回？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在地面上汇成小小的水洼。佛陀静静看着这一切，仿佛在等待什么。良久，他才开口：众生之所以被这4种无明所困，根本原因在于执着。我相，因为有我，才会计较我的得失；因为计较得失，才会困惑于因果不明；因为困惑，才会怀疑、抱怨，甚至诽谤正法。须跋陀罗轻声问道：世尊，何为我相？如以为有一个不变的我存在。佛陀说道：这个我今生做了善事，就应该我得福报；这个我没做坏事，就不应该我受恶报。可实际上，哪里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？他指着窗外的雨水，汝看那雨滴从云端落下，汇入溪流，流入江河，最终归于大海，再化为云气，继续循环。哪一滴水是最初的那滴？哪一滴水又是永恒不变的？生命的流转也是如此。阿若非尘，如若有所悟。世尊是说，所谓的我，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正是。佛陀点头。众生执着于我，以为有一个固定的主体在承受果报，实际上所谓的我只是五蕴和合的假象。前世的我造业，今世的我受报，看似是同一个我，实则已是2个不同的生命状态。就如同一棵树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种子和果实岂是同一物？难陀听到这里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世尊，弟子懂了。弟子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执着于我做了善事，我应该得到回报。可实际上，行善时的那个我和受报时的这个我已经不是同一个我了。佛陀赞许地看着他：善哉，如已触及真相的边缘。不过更深一层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我。如以为行善的是我，实际上只是因缘和合；如以为受报的是我，实际上也只是业力成熟。须跋陀罗沉吟片刻，问道：世尊，若无我，那因果又如何成立？既然没有一个主体，谁来造业，谁来受报？这个问题极其犀利，直指佛法的核心悖论。若无我，因果岂非成了无根之木？佛陀微笑着说：善哉善哉，汝之所问，正是般若波罗蜜的精髓。听好了，虽无我，因果依然不虚，正因为无我，因果才能成立。这在座众人都露出困惑之色。佛陀继续说道：譬如一粒种子落入土中，生根发芽，长成大树，开花结果。汝说种子和大树是同一物吗？不是。那是不同的物吗？也不是。正是。非异非异，此即缘起之理。佛陀说道：种子因缘和合而成大树，大树并非凭空而来，也非种子本身，但又不离种子。同样，今世的我受报，非是前世的我，也非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，而是前世我的业力因缘成熟的结果。阿若非尘如低声念道：无我故，因果得以流转；有因果故，轮回不息。正是如此。佛陀点头。众生之所以被4种无明所困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执着。我相，因为执着，
我看因果就只看眼前，不知累世。因为执着，我遗忘前世，就认为前世不存在。因为执着，我看不懂多重因果交织，只盯着单一的因果链。因为执着，我行善也是为了我得福报，动机便不纯净。非须跋陀罗恍然大悟，所以要破除这4种无明，根本之道在于破除我执，善哉。佛陀赞道：破除我执，方能真正理解因果。因果不是为了惩罚谁，也不是为了奖赏谁，而是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便不会再困惑于为何我行善却受苦。难陀忽然跪下，泪流满面。世尊，弟子明白了。弟子过去布施，心心念念想着我要得福报，我要积功德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贪执。弟子非但没有破除我执，反而加深了我执，难怪功德微薄，反遭横祸。佛陀慈悲地看着他，汝今日能有此悟，实乃善根深厚。过去虽有执着，但善行终究是善行，功德依然存在。从今往后，若能放下我执，真心行善，前途无量。弟子谨记世尊教诲。难陀叩首不已。这时雨渐渐小了，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透出，洒在湿漉漉的大地上。远处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。佛陀站起身，走到精舍外，望着那道彩虹。汝等看，这彩虹美丽吗？美丽，众人答道。那它真实存在吗？众人一愣。彩虹只是光线与水滴因缘和合的产物，本身并无实体。汝以为它存在，但它转瞬即逝；汝以为它不存在，但它确实呈现在眼前。佛陀转过身来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所谓的我也是如此。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散尽而灭，本无实体，却又妙用无穷。阿若非陈如双手合十，世尊，弟子还有疑惑。既然无我，那修行又是为了什么？谁在修？修给谁看？佛陀笑道：正因为无我，才需要修行。汝现在执着于有我，故而痛苦轮回。修行就是要破除这个虚妄的我执，回归本来面目。当彻底破除我执，便证得涅槃，超脱轮回。涅槃又是什么？涅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非言语可以描述，非思维可以揣测，唯有亲证，方知其妙。佛陀说到这里，忽然话锋一转，不过汝等且莫以为破除我执就是要否定一切。无我并非没有作用，而是不执着于我，该行善时行善，该持戒时持戒，只是心中不再计较得失，不再执着果报，这才是真正的无我行善。须跋陀罗若有所思，就如同农夫种田，春种秋收，尽人事而知天命。正是，佛陀点头。农夫种田不会今天播种，明天就想收获，他知道自然规律，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顺应时节，不急不躁。修行人亦如是，今生行善，不求今生果报；今生修行，不执着于今生成就，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因果自然会在恰当的时候成熟。难陀忽然问道：世尊，若人人都不问收获，只管耕耘，那人间岂非无人关心果报？如此，因果之说岂非又失去了劝善的意义？佛陀摇头：汝又落入我执之中了。真正不问收获，并非不在乎因果，而是深信因果必然会兑现，故而不必时时挂在心上。就如同汝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，便不必每晚担心太阳是否还会再来。对因果深信不疑，才能真正做到不问收获。这番话让在座众人陷入深深的思考。佛陀回到座位，继续说道：关于这4种无明，吾再为汝等细说一遍。第一，
世间之祸，众生看因果，往往只看眼前，不知累世。今生行善，期望今生得福，今生未得福，便以为因果不灵。实际上，因果有现报、生报、后报之分。现报者，今生造业，今生受报；生报者，今生造业，来世受报；后报者，今生造业，多生多世之后方受报。汝等须知，一个人此刻的际遇，是过去无量劫以来所造诸业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岂能简单的用今生的善恶来衡量？须跋陀罗点头，就如同那株芒果树，今日栽种，数年方能结果。正是。佛陀继续说，第二，遗忘之障。众生生生世世轮回，每一次转世，前尘往事尽数忘却。凡夫不知前世，故而看不到因果的全貌，只能看到片段，于是疑惑丛生。譬如看一出大戏，只看到中间一幕，自然不明白剧情因由，但不明白不等于没有因由，只是汝看不全罢了。阿若非陈如问道，世尊，可有办法突破这遗忘之障，看清前世因果？有，佛陀说，修得宿命通，便能回忆前世。但即使不修神通，只要深信因果，亦能破除此障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深信因果，即使不知前世具体情形，也能安然接受今生际遇，不怨天尤人。难陀轻声问，世尊，弟子今生贫困潦倒，可是前世造了大恶业。佛陀看着他，汝前世确有业障，但不必过分追究。重要的是，从今往后好好修行，广行善业，将来必有善果。执着于前世造了什么业，本身又是一种执着。弟子明白了。难陀释然。佛陀接着说，第三，果报之谜。众生不知，一个人在任何时刻所受的果报，都是多种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譬如一条大河，河中的水流，有的来自昨日的雨水，有的来自今晨的山泉，有的来自上游的支流。同样，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无数因缘交织的结果。须跋陀罗沉思片刻，世尊，弟子有一个例子，不知对否？譬如一个人前世修了大福报，今生本应富贵，但今生又造了恶业，于是福中有祸，富而不安。这是否就是多重因果交织？正是。佛陀赞道，汝悟性不错，一个人的命运绝非单一因果，而是无数因果交织。有时善业先成熟，恶业后成熟；有时恶业先成熟，善业后成熟；有时善恶业同时成熟，相互抵消。凡夫只看表面，不知深层，故而困惑。阿若非陈如若有所悟，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某人行善却遭祸，因果不灵。或许他行的善已经减轻了本应更重的灾祸，或许他今生虽遭祸，但来世必有大福报。或许他遭的祸是前世恶业成熟，与今生行善无关。善哉善哉！佛陀连声赞道，如已明白因果之复杂，正因为复杂，凡夫才看不清，正因为看不清，才需要有信心。相信因果，不是盲目相信，而是相信宇宙间有一套运行法则，这法则虽复杂，但绝不会错乱。佛陀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第四，动机之盲。众生行善，往往心怀贪念，执着果报，表面看是行善，实际上是在交易，以善业换福报，以布施换功德。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贪执，贪执越重，善业越不纯净，功德自然大打折扣。难陀惭愧地说，弟子过去布施正是如此，时时想着我布施了多少，应该得到多少福报，如同商人计算利润，怎能算真正的行善？汝能认识到这一点，已是进步。佛陀说，
真正的行善，应当是无所求而为，见众生苦难，自然生起慈悲之心，施予援手，不求回报，不计得失。这种发心才是最纯净的，功德也最大。须跋陀罗问道：世尊，凡夫初学，难免心有所求，难道就不该行善了吗？非也。佛陀摇头，凡夫行善，即使发心不纯，也比不行善要好。只是汝等需要不断修行，逐渐净化自己的发心。初学时为求福报而行善，无可厚非，但随着修行深入，应逐渐放下对福报的执着，最终做到无所求而为。非阿若非陈如问：世尊，如何才能做到无所求？佛陀指着精舍外的那道彩虹，此时彩虹已经渐渐消散。汝看那彩虹，美丽却转瞬即逝。世间万物皆是如此，福报也好，功德也罢，本质上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终将散去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自然不会执着。他停顿片刻，接着说：行善时，观想所施之物本空，受施之人本空，能施之我亦本空，此为三轮体空。若能如此观想，便不会执着果报，善业也最为纯净。众人默默记下这番教诲。这时天空已经完全放晴，阳光洒满大地，精舍外的树木经过雨水的洗礼，显得格外翠绿。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。佛陀站起身，走到精舍外，深吸一口气。汝等可闻到这雨后的清香？吸，闻到了。众人答道：这清香从何而来？阿若非陈如说：从雨水而来，从泥土而来，从草木而来。岂可有一个固定的源头吗？没有，因果亦如是。佛陀转过身来，目光慈悲：汝等总想找到一个明确的因果链条，今生做了什么，必定得到什么；今生没做什么，必定不会得到什么。但实际上，因果远比这复杂，它是无数因缘交织的结果，如同这雨后的清香是雨水、泥土、草木共同作用的产物，无法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单一的原因。须跋陀罗合十问道：世尊，弟子还有最后疑惑，既然因果如此复杂，凡夫又看不清，那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人生的际遇？佛陀微笑着说：很简单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众人不解，是也。佛陀说：汝该行善时行善，该持戒时持戒，该修行时修行，这是尽人事。至于何时得到果报，得到何种果报，那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非人力可以强求，这是听天命。尽了人事，便心安理得。至于结果如何，随缘而安，不喜不忧。难陀低声说：就如同农夫种田，春耕秋收，尽力耕耘，至于收成如何，还要看天时地利。正是。佛陀点头，农夫种田若过分计较收成，患得患失，反而影响耕作。若能专注于耕耘，顺应时节，自然有好收成。修行人亦如是，专注于当下的修行，不计较未来的果报，反而容易证得解脱。阿若非陈如恍然大悟，所以破除4种无明的关键，就在于放下对果报的执着。不仅是放下对果报的执着，更重要的是破除我执。佛陀说，只要还有我执，就会被这4种无明所困。世间之祸，是因为执着于我要在今生得到回报；遗忘之障，是因为执着于我要记得前世果报之谜，是因为执着于我的遭遇应该简单明了；动机之盲，是因为执着于我要得到福报。一旦破除我执，这4种无明便不攻自破。须跋陀罗长叹一声：弟子今日方知，自己过去数十年虽行善事，
却处处执着于我，反而背离了正道。佛陀慈悲地说，如今日能有此悟，便是大进步。过去的事已经过去，重要的是从今往后如何修行。记住，行善不求回报，不是不相信因果，恰恰是最相信因果。因为深信因果必然会兑现，所以不必时时挂在心上，只管做该做的事，果报自会在恰当的时候到来。难陀跪下叩首，世尊，弟子愿意重新开始，从今往后真心行善，不求回报。善哉善哉，佛陀欣慰地说，汝若能如此，必有大成就。这时，一只小鸟飞到精舍的窗台上，歪着脑袋看着佛陀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佛陀笑道，汝等看着小鸟，它每日寻食，是否会想，我昨天找到了虫子，今天一定也能找到？是否会想，我今天找食，明天一定要有更多的食物作为回报？众人摇头，他只是尽力寻食，找到了就吃，找不到就继续找，从不计较，从不抱怨。佛陀说，这就是顺应自然，随缘而安。人若能如此，便能破除4种无明，心得自在。阿若非陈如若有所思。世尊，弟子明白了，这4种无明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执太重，总想控制一切，总想立刻看到结果。若能放下这些执着，因果自然明了。正是。佛陀赞许道，汝已悟到关键，记住，因果法则如同自然规律，不会因为汝不明白就不存在，也不会因为汝执着就改变。唯有放下执着，顺应规律，才能真正自在。须跋陀罗合时说道，弟子今日闻法，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从今往后，弟子定当好好修行，不再执着于果报，只求心安理得。佛陀点头，善哉，汝能如此，便是真正理解了因果。难陀也合时说，弟子虽贫困潦倒，但今日闻此妙法，胜过万贯家财。从今往后，弟子即使身为乞丐，也要广行善事，不求回报。佛陀慈悲地看着他，汝若能如此发心，贫困只是暂时的，真正的富贵在于内心的安宁，而非外在的财富。阿若非沉如起身，向佛陀深深一拜，世尊，弟子请求世尊允许将今日所闻妙法传给更多的人，让众生都能破除4种无明，真正理解因果。佛陀点头，善哉善哉，佛法本应广传，利益众生。汝等若能将今日所学传播出去，功德无量。就在此时，精舍外传来钟声，悠远而庄严。那是晚课的时间到了。佛陀站起身来，目光扫过在座众人，今日所说乃因果之要义，汝等须牢记在心，反复思维。这4种无明，时间之祸，遗忘之障，果报之迷，动机之盲，归根结底都源于我执。破除我执，便能真正理解因果。理解因果，便能心无挂碍，心无挂碍，便能渐入涅槃。众人齐声答道，弟子谨记世尊教诲。佛陀又说，最后吾再嘱咐汝等一句，行善不要着相，行善即放下，做了就忘记，福报自然来。若能如此，便是真正的无我行善，功德最为殊胜。说完，佛陀缓缓转身，走向精舍深处，准备晚课的禅定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身上，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如同一尊金色的塑像，庄严而神圣。须跋陀罗、难陀和众比丘们久久地望着佛陀的背影，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与敬仰。今日这一场开示，不仅解开了他们心中多年的困惑，更让他们看到了修行的真正方向。精舍外，那道彩虹已经完全消失，但雨后的天空格外澄明，
几朵白云悠悠飘过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祥和。因果不虚，只是众生为四种无明所逼，看不清真相罢了。一旦破除无明，消解我执，因果自然明了，人生自然安顺。这便是佛陀所说的人有四种无明，看不见善恶因果的真谛，随喜赞叹。若您由此开示获得一丝法喜，请点赞评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订阅频道，每日共修，破除无明，同登觉岸，转发亦是布施，利益无量众生。阿弥陀佛。